你好，我是阿莫。现在我手上拿在相机是理光的 GR3 HDF。首先有注意到背面有一个 HDF 的按键 ，HDF 是 GR 内建的一个高光扩散滤镜。那为什么 GR 它会想要出一款这样子的相机呢？这点是我非常好奇的地方。我想找到理光他们之所以想要推出具有那种柔光性质的相机的原因是怎么样，所以我因此就拍了几千张照片，开始慢慢的有一些感想想要分享给大家。首先，这片高光扩散滤镜它称为 Highlight Diffusion Filter， 就简称 HDF。这款滤镜可以帮助照片增添一种光影底片般的那种柔和的有机感。所以简单来说，照片的光影看起来更加的温软柔和，其实就变得说比较像是梦境，比较像有艺术感的感觉。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会选择题材，它也方便的将 HDF 有设置一个专属的按钮。如果说我今天想要拍正常的 GR 锐利的照片的话，你就可以关闭 HDF 滤镜。那如果想要拍摄一些高光扩散感觉的画面的话，我就可以开启 HDF 滤镜。HDF 滤镜我觉得它的感觉跟我以前使用的Halo有点不太一样，因为Halo的感觉是说除了高光扩散之外，暗部也会变得更柔和柔焦，但是 HDF 我觉得它着重在于高光那个部分，可是也不像白柔，因为白柔是整个都糊掉，所以它的设计就是属于理光自己的印刷技术所设计出来的。所以 GR3 HDF 的扩散滤镜啊，它这个内建在镜头里面，就免除了我们有时候装一些 UV 镜或装一些柔光镜装在镜头外面的时候，它因为反射而造成镜头的耀光。变相来说，我们不用担心光线的反射和镜头光斑的问题，就可以避免耀光的鬼影现象。这是我觉得 HDF 它有趣的地方。接下来我想要聊的就是说，我在使用 GR3 HDF 拍摄这几千张照片里面所发现的一些好玩的特点。基本上我只有一开始同一个场景我会关闭HDF 跟开启 HDF 拍对比照，然后拍完之后大概了解这台相机的特性之后，我基本上现在使用 GR3 这台 HDF 相机就会开启这个滤镜来拍摄。你如果想要做个简单的比喻的话，譬如说音乐，其实我觉得 HDF 的拍摄感觉啊，就比较像是黑胶唱片的质感。原本的预设的不开启 HDF 的 GR 就是一种 CD 质感，这两个这种感觉不太一样。GR3 HDF 就带有一种柔和而温暖的光影特质，就是那种有点像唱针在黑胶上面的细缝中这样嘚嘚嘚嘚的一节一节的跳动，它既有那种独特的音色跟质感，觉得在 HDF 表现上来说，就是光影上面在晕开的感觉，它就变得更有机了，所以就可以展现光影变化和柔和的色彩过渡，然后就会有光晕的晕开。相对因为你在画面被光的感觉所影响，你就觉得这张照片就会有一种情感在里面，就创造了温暖而富有情感的氛围。如果你不开HDF 使用 GR3 所拍摄的照片，就是我们熟悉的清晰而现代的数位质感，就是数位的光影质感就很清晰，这样就像从 CD 中就可以回放这个音乐的精确跟细节的内容。我在使用 HDF 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它有点像是我们经常看的电影画面，或像胶片摄影一样，就是他们都用一种很温和的柔和的光线去创造出柔和的阴影跟明亮的高光，使得影像更加的自然和温暖。如果说你是喜欢追求一种底片的照片质感，就是包含高光柔和的色调转换，或者是说细腻的光影效果，或者丰富的暗部层次的话， HDF 这款相机的确是可以让影像看起来更有机跟底片化。所以我们在情感表达里面其实都很注重透过光影效果来表达情感跟故事性，利用这些阴影和高光去营造特定的情感氛围，或者利用光影效果来强化影像的情感表达力，都是 HDF 它很擅长的地方。然后在我们在设定上面呢，我自己觉得在使用 HDF 其实不用太多的设定。第一个当然选择你喜欢的色调嘛，就是我喜欢的影像模式，我正片啊、底片啊，或是黑白啊，你选完之后，你只要调整2个选项就可以了，就是调整影调跟对比。那你调整影调跟对比就可以模仿胶片的感觉。影调我们就调这个光影的曲线，高对比就可以让亮的更亮，
暗的更暗，或是低对比就可以让亮的变灰，黑的变灰，产生更多的那种底片感的细节。尤其如果说你拍摄黑白照片的话，你还可以增添颗粒效果，去模拟胶片摄影特有的质感跟氛围。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使用 GR3 HDF 分别拍摄彩色跟黑白的一些心得，分享一下就是我使用 GR3 HDF 的彩色的氛围表现。因为它会具有高光扩散的原因，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啊，其实你要挑选适合的场景跟主题，就是可能有一些光晕开或者窗户有一些光照射的地方，比较容易呈现出 HDF 它的特质。因此我们要设计这个氛围跟情绪的话，你必须要通过选择适当的光线或灯光，然后去设计出比较符合情感的氛围的影像效果。因为在电影里面每个场景也都是精心设计的，所有的光线也是精心设计的，所以如果说要彰显说 HDF 它本身的氛围表现的话，彩色，然后你配合设计的灯光光影跟譬如说我们的一些冷调跟暖调的对比啊，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后面有阳光，人物感觉也被阳光照射，这样的感觉它的一个滤镜效果就会很好。所以这时候你再开启 HDF 的滤镜增强效果，它就可以增强影像的胶片感跟柔和感，我们因此看到照片就会提升一些观看的情感体验。胶片感就是以独特的色彩或是有温暖度的色彩表现而让人家喜欢。每种胶片都有其特定的色彩特点跟风格，可能有些胶片呈现饱和的啊，饱和有时候偏冷啊，有时候饱和偏暖啊，或是有些饱和偏蓝绿这样子。所以我们要为了赋予这些影像的特殊质感，你就要善用白平衡补偿、自定义白平衡这样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底片色彩的调整。比如说我要暖色调，我基本就把白平衡补偿设定为 A6， 就偏黄。如果我要冷色调，它是日系的感觉，我就把白平衡设定为 B12， 色彩就会偏冷。你透过这样子的白平衡调整的过程，包含我们之前讲到的影调跟对比一起加进来，进一步增强照片的视觉效果，赋予照片更加浓郁的胶片感跟电影质感。接下来我们聊一下 GR3 HDF 黑白摄影的颗粒感。我们在拍摄胶片摄影的时候啊，就是那种颗粒感是我们很喜欢的效果之一。这些微小的颗粒感就会赋予照片的细致的质地和纹理，使得更具有有机的这种风格。我们今天在使用 HDF 的时候，有时候我就有时候会特意使用 ISO 800或 ISO 1000来进行拍摄。在这样风格之下的黑白摄影，我不会使用高对比度黑白，我也不会使用那个软黑白。如果想要拍摄一些风格比较强烈的雄硬黑白，但是一般的单色是我最常使用的。然后因为在单色里面呢，它里面就有一个颗粒的选项，我通常开1的这样效果，然后去模仿那种高 ISO 跟后置的颗粒感混合在一起，因此造成那种颗粒感更为细致。像我们在使用黑白拍照的时候啊，其实在高光跟阴影的部分你就会取决说，我今天在拍个场景的时候，你的主角是要过曝的呢，还是比较暗的呢？这样子的黑白对比度啊，可以让影像更具有戏剧跟情感。所以因此我们在拍黑白的过程，你会看这种对比度嘛，你就会看到前后之间的差异，然后透过这样前后就是你去构图这样子的设计，我们的角度去做切换，你就可以塑造出具有吸引力的戏剧跟影像效果，去挖掘一些影像的故事性。因为毕竟在黑白世界没有色彩，因此我们看的就是构图跟光线的质感。那构图跟光线其实就是叙事的本质，因此我们要选择适合的场景，然后这场景里面有什么角色跟元素，来打造一个有趣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在拍摄的时候，你会发现说 HDF 所拍摄的感觉真的就很像偏向我们用黑白胶卷所拍摄的一个这样子的画面。最后总结一下这段时间使用 GR3 HDF 所拍摄的心得。如果说你是讲求这种光线的氛围感， HDF 台相机就适合这种拍摄这样子多样化的一个场景，特别是在阳光阴天啊、下雨天啊，或者是光线柔和的夜晚，这种的场景就非常的适合。同时对于黑白摄影的爱好者来说，GR3 HDF 也可以在保留画面的细节，同时赋予照片柔和的胶片风格，就会增强一些我们在照片的表现力跟情感。因此对我来说啊，我可以给 HDF 一个很明确的定位，那就是一个微小而独特的改变。
目前这样的功能在其他牌的品牌相机中没有见到类似的功能，就是可以瞬间切换清晰和柔美光影两种差异性很大的风格。这台 GR3 虽然只是一台新增的一个 HDF 滤镜，但是它却提供了更多有趣的拍摄体验跟选择。最后，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 GR3 HDF 它可以改变光影的描绘，进而拍摄出更胶片感的风格。